Officials are urging caution as the cleanup efforts continue. We will keep you updated. 这都导致了年轻群体孤独死比例持续上扬。根据日本少子化担当省和清扫协会的最新数据统计，每年有超过3万人独自在家中死去，但没有人知晓，数周以后才被发现，这叫做孤独死。这个数字虽然触目惊心，但日本警察厅给出的真实数据更加恐怖。每年实际孤独死的人数是76020人，这不是社会悲剧，这催生了一个年产值超过1000亿日元的细分行业——特殊清扫。这里76%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孤独死的人数是58070人，29%的日本人现在都是老年人了，全球比例最高。今天这个话题残酷但非常现实。欢迎来到 CinBeats 频道，我是恶童。如果你在202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推开东京世田谷区一扇公寓大门，你绝想不到死亡。这里的租金每月30万日元，但在36个小时之前，这间漂亮的公寓地板下面还粘着一具发酵了整整21天的人体。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直视的现实。邻居闻到了恶臭，警察看到了悲凉，但在商业视角下，对于特殊清扫员来说，那是钱的味道。腐烂程度越高，清理合同的溢价就越高，这属于高风险生物资产处理。腐烂的越彻底，渗透的越深，这一笔修复合同的毛利就越高。如果你以为特殊清扫员就是来打扫那一屋子的气味，或者是王者的送行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是不动产商的过滤器，他们存在的目的是让这块坐标在下周就能重新产生租金。我们先来拆解第一层商业原罪，是这个特殊行业的定价模型。普通家政服务按小时收费，你付钱是为了变干净，但特殊打扫是按物理破坏等级计费。如果人体残留物已经扩散到房间内无法清洁的区域，就要进行物理阻断。第一级，王后24小时内被发现，人体完整，费用5万到10万日元，这在行业内被嘲讽是最低级的货。第二级，死后超过7天，体臭分子已经占领墙纸和家具，费用就跳到了30万日元。最高级别，死后超过3周，在夏天室内液化，顺着地板缝隙通过毛细渗透进木头，这个时候清扫员会告诉你一个事实：简单擦拭已经无法恢复这间房子的价值了，他们需要进行物理性切除，他们会切掉整片实木地板，用着烟机刨掉3厘米厚的水泥层。这种建筑外科手术的单笔合同通常在150万日币以上，很多清扫公司会故意拖延进场时间。如果他们知道这笔单子有昂贵的遗物保险覆盖，他们就会建议房东等那具人体再发酵3天，这样他们就能在账单上多加3个零。那为什么普通清扫人员擦不掉那种气味？这个活非常专业。人类身体在腐败过程中产生的生物碱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如果你只是喷香水，那就叫掩耳盗铃。特殊清扫公司用的是一种降维打击战术，2氧化氯的暴力综合，他们会封闭所有门窗，注入高浓度的2氧化氯气体，他们会强行撕裂臭氧分子，让他们彻底失去物理活性。接下来是紫外线扫描，清扫员会关掉所有的灯，用特定波长的手电筒扫过所有的墙壁和地板，血液、尿液、组织液，这些肉体看不见的痕迹在紫外线下面会呈现出非常惊悚的荧光绿色。他们会像审计账本一样，把每一个发光的坐标全部抹掉、铲除、重涂。可悲的是，这时候王者的尊严在这套服务体系里不值一提，而房子的复原才是能够产生回报的。无论生前你是谁，在这种极致理性和技术手段面前，死后的身体都会被还原成一组化学公式。当房间恢复了那种冰冷像实验室一样的干净程度，房东就会感激涕零的交钱。但他不知道的是，为了省钱，有些公司只做了表面处理，等到梅雨季节，那些在水泥深处的腐烂记忆会再次挥发，重新上线。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如果清扫费只是门票，那王者留下的遗物才是真正的利润深水区。孤独死的人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还快时代，这一群中老年人对现代银行系统是非常不信任的，他们宁愿把金条、名表和线藏在家里最隐秘的角落。特殊清扫合同里通常隐藏了一个很模糊的条款：生活废物处置权。在日本法律中，没有人认领的遗物就是垃圾。清扫公司有时候会以处理垃圾的名义处理掉那些留下的金条、名表甚至存款。在清扫员的审计单上，这些垃圾就是隐形资金池。他们会翻阅每一堆旧报纸和书本，因为里面可能夹着10万日元。他们会撕开每一张旧床垫，因为里面可能缝着金条。而这些钱永远不会出现在最终的结算清单里，他们会物
物理性的消失在清扫员的私人腰包当中。这已经不是什么个人贪婪问题，这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暗网产业链。清扫公司会把收来的生活垃圾批量卖给专门的地下古董商。你今天在慕黑区名表店买的那块2手百达翡丽，可能就是在几百个小时之前刚刚从一个发霉的抽屉里抠出来。在世界各地，如果房子里有亡者，在日本法律规定里，房东必须对下一任租客履行告知义务，这就是事故房必须告知的规定。这也会导致房子资产的价值缩水30%甚至1半以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为了让事故房可以绕过必须告知的义务，地产商和清扫公司共同开发了一套名为洗房的商业案本。这种操作看上去很简单，但背后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房产中介、清扫公司和洗房人之间的合作。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操作了，而是一个已经流程化的房产洗白产业链。这些洗房人通常是极度缺钱的学生，或者是像我们上期讲到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是没有身份的黑户。洗房人的工作非常简单，在刚刚消杀完的房子里正常生活3个月，你要在这儿吃饭、睡觉、用水、用电，3个月到了，他们就会搬走。当这套房子再被挂牌的时候，房东就可以在合同里删掉那个红色警告标签，因为当第2任租客入住时，法律上已经不需要告知曾经特殊的事件。换句话说，只要人为制造一个居住历史，系统后台的居住记录就会被这3个月的数据物理性覆盖掉，甚至有专门的接单平台来撮合这种需求。你以为租到了一间阳光明媚的特价房，其实你只是这套逻辑里肉体除臭剂。你脚下的地板在100天以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终点。如果你觉得孤独死只是老人的专利，那接下来这组数据将会彻底黑掉你的认知。我们不得不谈一个看似和孤独死完全没有关系，但又密切相关的群体——年轻人入场。我们之前有一期已经讨论过韩国不睡觉的社会焦虑，而类似的趋势在日本也一直出现。孤独死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现象，正在向年轻人蔓延。数据显示，在东京20到40的人群里，孤独死的比例在过去5年内上升了25%，每年至少有几千人，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上升趋势。虽然绝对人数仍然比老年人少很多，但工作压力和社交隔离增加，独自生活比例提高，心理健康和经济压力问题凸显，这都导致了年轻群体孤独死比例持续上扬。这已经是学术界和社会调查的共同认知了。当代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社交、不生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独自生活，只留下了一个电脑和一座空荡荡的房间。这一群人被称为数字孤独者。和独居老人不同，他们身后留下的不是金条和存折，是大量的数字资产。现在的特殊清扫公司已经进化出数字清理部，在人体被物理抹除后，他们接管亡者的手机和硬盘，这里的利润比搬家具高得多。清扫公司提供一项昂贵的增值服务——数字遗产爆破。他们会用电磁脉冲摧毁所有的储存设备。在清理数字遗物时，清扫员有时会发现未被提取的加密货币密钥。由于这些资产在法律上是匿名的，他们成了这套流水线上最暴力的隐形小费。你肯定想问，为什么这套残酷的流水线能够长期稳定合法的存在？那为什么日本政府不直接管这些孤独死事件？答案其实并不简单。孤独死现象的出现其实成为了日本政府福利系统的一种外包逻辑。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庞大的社会处理成本，政府选择把这个问题甩给私营企业处理。私营清扫公司的出现实际上解决了政府对老龄化社会处理成本的恐惧和风险。一个孤独死的人被系统判定为过期库存，那清扫公司就是这套操作系统的自动清理程序。你只要钱给够，系统就不存在 bug。在一个追求极致效率的商业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系统底层代码里都被打上了标签。如果你不产生消费，你就是低价值受众；如果你不产生后代，你就是非持续资产；如果你不再产生社交链接，那么对系统而言，你唯一的价值就是尽快腾出当前的物理坐标，好让下一个耗材入场。特殊清扫公司不是为了尊严而存在，他们是为了效率。他们迅速的把人变成垃圾和资产，然后把资产重新包装以后再投入市场。在物理学中，熵增是不可逆的；在商业中，价值消失也是不可逆的。特殊清扫行业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零件化的阶段。当一个零件失效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启动清理程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怜悯，只有对成本和收益的精准对账。你永远无法在一个把生命当作库存的系统里找到真正的安全。我是恶童，这里是 Think Biz， 带你看透生意背后的原罪。我们下期见。